来到了卡帕多奇亚的第2天了。现在要来带大家走一下红线的路段，这边就是格雷梅露天博物馆，这里算是保存最完整的岩洞的教堂。这里一个一个窗户里面呢，它都是一间属于不同的教堂。那也是当初阿拉伯人在追杀基督徒的时候，把基督徒赶到了这片岩洞这边，就在这边建造他们自己的基地，躲在这些山里面，让敌人找不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藏在哪一座山头里面，有一种打游击战的感觉。这边有一间黑教堂，它是保存的里面最完整的画作，就在这个里面。因为它在这边它是受不到阳光的照射的，所以它的画作是颜色还是非常的鲜艳。结束了这个格雷梅博物馆，它这里全部也就是像我们昨天去看的那种岩壁的山洞里面的一些教堂。不过这边是整个卡帕多奇亚保存最完整的一座这种岩壁教堂，让他们在这边创下了他们的这个历史的辉煌。我们再来去下一个景点咯。现在来到了红线的第2个景点了，这边是精灵烟囱。这里全部都是这种奇岩，这个很特别哦。看一下它这边的石头，全部都是2个颜色的。它下面是软的石灰岩，上面是硬的玄武岩。在卡帕多奇亚这边有经历了2次火山爆发。第1次的火山爆发出来的这种是石灰岩比较软的物质，第2次的火山爆发就是这种坚硬的玄武岩，它是黑色的，结果就形成了这样，像是把它们戴帽子一样，每个都是像香菇一样。他们这边是称烟囱，精灵的烟囱，中文是香菇岩，超酷的这个。一整片全部都是这个戴着帽子的，这边的这些香菇看起来有没有跟我们之前在马其顿拍的那个石头娃娃很像啊？来参加婚礼的那个石头娃娃，看来石头娃娃的形成模式应该也是像这样的，每个都是像是石头巨人一样。这个区域是作为教堂使用。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几百年前就已经有这个了。知道这是什么吗？这边是整个精灵烟囱的最高点，这边是比较平坦，还算可以好好走路的地方。然后再过去那边就有围起来了。现在来到了红线的第3个景点，这边是幻想谷，也都是这种石灰岩。那它这边就没有像刚刚的那个香菇那边那么壮观，这边都是比较小型的。那它最为出名的就是我正前方的这一个骆驼岩，是不是很像呢？就像一只骆驼在这边守护着这一片山。这些都是它的小骆驼还没成型的。骆驼岩那边结束之后，红线的整个景点我就大概已经带大家走完了。那其实现在时间还早，在骆驼岩附近还有一个 ZEF， 也是露天博物馆，看起来是跟刚刚的格雷梅蛮像的。这间的票价也比较便宜，不过好像也是要走蛮远的。如果有时间就也可以过来这边看一下。爬上来上方之后，这边有一个修道院，看一下，他们不止在这个石壁山里面挖出来这些洞以外，竟然还可以用这些石头盖出了一个小教堂。这间是他们的修道院，但是一样是空无一物，什么都没有了。这间修道院这边就是保存的比较完整，然后在这一个
后面的这个岩壁这边一样都是他们有凿开自己的住所，到上面那边全部都是。然后在修道院的正对面这边是被挖开的这个大洞。这个如果是人的力量挖的那么大洞，就太强了吧？这应该是地震还是什么凿开了，不然怎么有办法挖出那么大的洞？这间比较像家的感觉，这边有一个储物柜，这个可以放东西的，不像刚刚前几个都是空空的。窗外的世界。这个博物馆比较小一点，大概绕一圈30-40分钟就可以完成了。它最主要就是最后面的修道院那一区还蛮大的，可以看得出他们那边好像是开凿的蛮成功的，都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洞穴。骆驼岩那边大概开车10分钟的距离就可以来到这个 The Three Beauties 三美人石，这个一样是有玄武岩在上面，像是一个一个的人一样。我刚才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原来它的第三个躲在旁边，第三个小小的在这里。1、2、3 The Three Beauties。来到了最后一个景点了，这里又是一个城堡，这里是离三美人岩大概5分钟的车程就会到了。这个城堡跟昨天我们看的那个城堡就略胜一筹，比较小型一点。在这一条商店街这边看一下，全部都是回教的这种造型的建筑，有那种阿拉伯圆顶的造型。哇，这个灯超美的。今天的卡巴托基亚的红线大致上就到这边了。这样这2天比较起来，我觉得如果说只有在这边待1天，我建议是可以玩红线就好了。那如果说你是有待2天以上的话，就可以红绿线一起玩。绿线算是后面的一个替补方案，因为呢拉车都要拉太远了。红线的景点都比较集中一点，而且看的东西也比较多元一点。我们今天的卡巴多基亚就到这边喽。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麻烦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日后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 Bye bye.